G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啊，在2025年回到了北台湾，在上个星期结束了在桃园中原大学的赛事之后啊，这个星期来到了新北市新庄体育馆。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女子组赛事，将是由台北清华来出战新北中先，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今年赛季第5次交手。说到了前面2次的交手啊，前面4场交手啊，其实新北中先啊跟台北清华是各拿下2胜。距离比赛开始现在剩下1分20秒左右。当然这2个星期啊，在西北中心这边都还是他们主场周的一个赛事啊。画面上可以看到，在西北中心这边场上的球员，当然在下半季的名单啊，两队啊都是有做出了一些调整。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企业排球联赛现场直播，我是陈雅礼，在我旁边是我们今天特别从高雄北上的球评黄金，大家好，雅礼哥好。当然讲到了今天这场比赛啊，台北清华跟新北中心，其实这2队啊，在今年其实打的真的是5-5波啊，在前面4场的交手是各拿2胜，而且4场比赛里面有2场都是打到了4局。洪金怎么看今天这2队的对决？因为2支球队其实彼此都很熟悉了。那当然，新北中先这边有2个泰国的外援嘛，那其实打了上半季之后，相信现在对于他们2个外援的，不管说是球技也好，或者是整个战术也好，其实都非常的熟悉。那2支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球风展现的球队。台北清华这边主打的就是快速的防守反击，那中先这边的身材条件其实非常的高大所以他们在拦网上面相信会比较有优势那清华怎么用他们的速度来牵制住中先这边的高大拦网？那中先这边怎么又利用他们的这个高大的身材优势来给清华这边带给他们比较多的在这个前排上面很多的压力我想这个是2边的一个优势跟劣势啊。当然，在前一场比赛啊，高雄台电女排直落3击败了毅力营造之后目前在整个女子组的排名现在台电女排又回到了女子组第1了。是，积分24分，比23分的台北清华要多出1分。对。所以今年这个新北中先跟台北清华尽可能的在下半季开始之后带给高雄台电更多的一个压力哇，那场边看到很多这个，哇，看到温义凯对来到现场对，这是美金农的球员是他们这个星期并没有赛事那今天跟明天待会儿第3场比赛将是在男子组的部分桃园台湾产险对上台北康体，他们这个周末要在新庄体育馆来进行2连战。是。那明天只剩下2场赛程因为之前有过这个提早先把赛程调到前面的周次来进行补赛所以明天只有2场的赛程，但是还是非常希望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进场来支持企业排球联赛好，现在这场比赛要来介绍执法的裁判以及在控制台的2位技术委员。当然，在企业排球联赛执法的裁判以及司线员都是 A 级以上，甚至是国际裁判。是。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叶黄典先生来自新竹市，裁判技术委员王元成先生来自台南市。但是这个也要跟观众来补充一下基本上我们都是优先以这个 A 级为主因为毕竟有裁判的这个执法上面的等级不同但是。有时候常常呢会因为说 A 级裁判因为比赛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在他没办法到现场执法的时候，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找这个 B 级的裁判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网络上面还是多多少少会在讨论领队尤杰宁小姐，教练张芷萱小姐，教练詹永军先生，管理林淑和小姐。
接着是新北在台北金华这边啊，今年林书豪变成球队的管理啊，是当然他因为在去年9月份啊，在赛季开始之前的那个福尔摩沙的友谊赛当中受伤，所以哇，导致他整个赛季报销。台北金华今年少了林书豪这个得分点，其实对他们的战力其实是蛮伤，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哦。因为书豪大家都知道是全能型的球员哦，不管说是在他最拿手的攻击，或是在防守上面，其实都能够带给球队很大的一个帮助哦。那昨天在网络上面也看到一个报道哦，关于林良代哦，其实林良代是台北金华这边的年轻选手啊。是，我们来看到今天金华的先发名单，当然举球员陈立荣啊，攻击手林良代，篮中的快攻手翁子云、陈杰、池长璇、甘可慧啊，自由球员邱诗晴跟李怡轩。在新北中线这边，举球员陈庭儒搭配张一喜、叶瑜文、张黎文，还有2名泰国的球员 Dari Jarathbong。啊，2名自由球员是林启荣跟陈彦真。其实以两边这个阵容看起来，这真的是有的打的。对，实力相当啊。那我刚刚提到林良代哦，其实他是这几年台北金华慢慢希望培养上来的一个主要的主力选手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这几年在企业联赛，毕竟他也不是第一个赛季哦，所以累积的经验值上面，相信能够帮助到球队。好。第一局比赛现在即将开始，新北中线陈庭儒举球员先来发球。两队上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12月29号，在中原大学体育馆那场比赛，台北金华是直落3获胜，而且金华那场比赛3局都没有让新北中线得分超过20分。修正球，陈杰只能够把球垫过来啊，但是新北中线这边也没有利用到这次进攻的机会啊。陈杰做个吊球。张一起斜线的重炮被手起，交给后排。张一起再来，这一次在举球到位情况之下，张一起的进攻就威力这个时候就出来了。这个我是开玩笑这样讲哦，好像双方在利用第一颗球来做热身哦，特别是地板动作。刚刚大家可以稍微计算一下，到底有几个人倒地，然后做了几个地板动作。目前在女子组的得分排行榜排名啊，得分后是目前新北中线背号2号的张黎文，她目前已经是拿下229分了。第2名就是中线张一喜哦，在前排叶瑜文的拦网，现在帮助新北中线取得2比0领先。今天叶宇文的爸妈应该也在场边看球了哦。这个也算是他半个主场，因为他大学就是就读华侨高中啊。是。哎，这个轻扣，结果反而是在前后排中间的空档落地。林良代，刚刚特别提到林良代哦，希望他打得越来越成熟，来帮助球队啊。林良代今年这个赛季得分也破百了，107分。张黎文的攻击，这球被金华给手起，结果这些做快攻给阿宝，哇，救回来喽！再给阿宝，好球！叶宇文的快攻得分。感觉在前半段的这个配球上面哈，希望中线这边的战术是希望先把快攻给打开来啊。当然我们知道新北中线就是以台师大女排为主体化身的一支球队，那加上2名泰国的洋将。今天在第一局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炮的泰国的 Darin 有在场上。中线刚才发球失误。哇，那中线这边这几年哦，在企业联赛找的洋将其实越来越多元化哦。今年就是找我们的东南亚这边的哦，像之前有找到欧洲那边的选手。Darin 这次攻击被拦回，这次给叶瑜文。哦，阿宝今天在一开始前排表现精彩哦。哦，对不起。哦，刚才硬是越过了甘可慧的一个头顶。
4-2，新北中先目前2分领先。陈杰，哇，这个直线也很敢打。来看慢动作，陈杰在2号位的进攻打直线。中线这边2位洋将都在场上了 ，Darin 在4号位的攻击得分。哇，中仙今天哦，在这个主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感觉开局打得很有信心呐、这次斜线攻击被守起来了 ，Darin 再来，这球打在自由球员宜轩的手上喷掉。在赛前哦，中仙的战绩是7胜7败哦。那当然，在下半季开始之后，相信他们也希望把战绩稍微的再往上提升一点。台北金华直长旋发球，张一喜的后排攻击，林良代 ，Darin， 结果这个球被梁代给拦到了，哇，梁代这个时间抓的真的是有够准啊，而且是只有1个人上去拦网啊，哇，单扣哎，回到了1分差，池长旋还是发得很长，结果出界。7-5，新北中先，泰国的洋将 Darin，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他的得分是87分。开网球。这个球打的就比较勉强了。对，而且哦，一般来说，如果球开网的话，你代表说你距离网子还有一段的距离哦。那这个球如果再继续往下扣的话，那当然挂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陈杰接发之后，在这边的一个斜线攻击被救回来，宜轩再给可慧。后排黎文，哇！黎文从国外回来之后啊，加盟新北中先啊，哇，成为队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得分的战力。比分现在拉开到了9-5，4分落后的台北金华，小牛教练喊出了暂停。虽然1个礼拜前在中原大学的交手是台北金华直落3获胜了，不过今天第1局啊，新北中先这个主场周，而且今天赛前，这场比赛之前的表演活动刚才也蛮精彩的。对，除了啦啦队这个 Power Me Girl 之外哦，还有这个年仅9岁的小弟弟哦，就在这么多人面前来表演这个 rap 的这个表演。可慧这个直线的攻击球打在祁荣的手上喷掉。张可慧这个进攻，你看打直线，祁荣已经是有防到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救起来。好，这个球交给林良代，后排张黎文。这一个球3人拦网，但是拦网出界。对他最后的时候手腕稍微做一个外翻哦，增加球的旋转，
碰触到拦网的手之后，反而打成一个 touch out。所以李稳的球其实哦，虽然棒数已经本身就很强，但是他又带有违禁。阿宝这个球，结果是进攻出界，看起来恩崇教练是要挑战。新北中生队提出挑战项目是界内球。有时候看到这个教练哦，在比挑战的这个手势画那个框框的时候，有些就是小台的这个 monitor， 有些就是75寸、80几寸的那种大屏幕。当然来到棋牌现场啊，除了现场可以感受这个比赛气氛之外，我们在现场也架设大荧幕。对，现在看到的挑战，现场的球迷挑战成功哎！而且这个球几乎是整颗球都在这个端线上面啊。所以叶瑜文阿宝的这个攻击得分，这一来一回就2分差喽。哇，这个球没有配好。对，翁子云跳起来之后，怎么发现球已经在他的右边了？对，很明显这个球就是流动速度太快了哦。是不是一开始立荣的整个举球跟攻击手的配合还不够到位？没错没错，有几波，包含说刚刚有几颗给林良带的球，其实他都不是很好处理啊。通常都会在2队的总教练身上别麦克风啊，不过显然今天邓延敏教练身上并没有别麦克风。大抛前线哦，要从那个安脚要对到球。这个周末在北部地区这2天天气是回温的，不过听说下礼拜1寒流又要来了。对，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搭高铁上来，我感觉好像台北应该会新北这边应该会下雨，结果一出来哇，天气超好，而且还出太阳。12比6，新北中线现在有着6分的领先优势。泰国的 Jarspong 的发球，好，这次的快攻不错，翁子云。新北中线我们刚才讲到是以台师大，女排为主体的一化身的球队。那台北精华则是由北师大。对。那这2所学校在去年11月的这个大专联赛的预赛公开一起在清华大学也都是在预赛的部分都是全胜。台北计划请出替补13号下8号陈家曼上。哇，这个时候把陈家曼换上来，那对大家对他熟知应该是举球员，但是他现在站到的是这个举队的位置所以可能要让他来攻击了。家曼是一个攻击很不错的举球员，不错不错。黎文的攻击被拦回，张一喜，这个球穿过了拦网球员，攻击得分。分差现在来到14比7，刚好打在2名拦网球员的中间穿了出去。接发又没有到位，加曼这边举到2号位，这边给林良带，快攻球阿宝。这个救得漂亮哦，怡轩。加曼这个球，哇，怡轩连续2个救球都很精彩。这个球要过。对。哇，这个球比较可惜，廷儒应该不要去抢球啊，因为李稳其实还有一个攻击的机会。你看这2波救球，李怡轩是。李怡轩真的是很有经验的防守者啊。当然他去年也是在上个赛季的冠军队极速超跑。哇，张一起今天的攻击都是用这种touch out 的方式来得分
都不啰嗦哎，都完全都是这种直接硬碰硬的。对，这个喷出去也是无解啊。哎，这次发球有点太急了。 任忠教练把张一起这时候换上了休息，把背号25号的张轩这名年轻的攻击手给换上了。张轩平常在气排的上场时间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负责在主力球员下去在后排阶段哦来换上来防守。修正球的攻击，祁荣这球救得漂亮。黎文在这边熟悉的2号位置。 接近原地起跳哦，但是还可以用手腕打出这样的角度哦。哇，左手球员哦，在2号位这个位置真的有很大的可以攻击的范围跟空间呢。哇，在这边又被拦到了2位泰国的外援 Jasper 跟 Darin。 哇，加曼连续几波都被拦下来啊！台北金华这边戴敏教练应该要做出一些调整。那第1局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这种分数被拉开的感觉。Darin 这个攻击球被手起，石长璇再来一次，这一次有了。 台北金华请求进补，4号下19号刘美金上。哇，刘美金这个时候换上来，又变成他是举队的位置，变成陈嘉曼现在来当举球员。是，哎呀，不过这个发球的失误，现在让分数现在来到18比10啊。新美中先在第1局有着8分的领先。哇，今天这个小牛教练排的这个阵容哦，真的。 跟大家熟知的完全不一样。黎文发球，一拳接发之后，在这边的斜线攻击。哎 ，Darin 看到2名篮网球员就在他前面的，往右边打，反而收到效果。对。 Darin 再来，这一次的斜线攻击，哇，比分来到20比10了。台北金华请求进补，20号下14号陈立军上。 Darin 这球打的是一个 touch out。其实新北中心在打顺的情况之下，不要忘记上半季那个时候12月7号在张师大体育馆啊，新北中心也曾经直落3打败过台北金华过。3号陈杰上，19号下4号陈立柔上。 文忠教练这时候把板凳球员给换上来，做一些体力上的调整。因为毕竟现在领先的分数哦，其实还蛮多的。李文这发球出网进。哦，还有哦。这球交给葛慧。
李勇接发之后，现在 Jarspon 的快攻被守起，这台北金华的机会，梁代好球，让对手吞了下来。林良代攻击得分。好球！看一下甘可辉的攻击，哇，这个防守反击打得很漂亮。新北中生队请求暂停。刚才这一分真的陈立军要记上一功啊！对，他后排的这个防守啊，哇，他刚刚那个防守的姿势跟动作，我以为是李怡轩呢。暂停结束，新北中先现在21比13，还是有着8分的领先，还够花。Darin 今天的攻击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以上半季的这2位泰国的洋将的一个表现，我个人都认为 Jarspon 的快攻其实。在阵中对于新北中心的帮助是要比 Darin 的这个主攻的位置要来得更好一些。哇，这个修正球林良代，黎文救回来。好球，没有再继续维持在4号位的长攻哦，反而自己做了一个内切啊。刚才这个球，梁代在接起来之后，已经是有举手给举球员，叫他举近一点。是，有时候你在对方送呛死球过来，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赶快要跟举球这边做塞应。好，这就是金华的机会哦，快攻球。哇，这一次快攻结果踢到铁板了，对，被新北中先前排 Jarspon 跟张一起给拦到。所以这个球我们就可以思考，刚刚陈立荣选择做 A 式快攻，然后又坐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所有2个最高的拦网者全部都在这里。23比14 ，Jarspon 发球，林良代，哇，球举得太长了，所以第一局陈立荣跟所有攻击手上面的搭配哈，真的还是有一段落差。因为加曼这一局虽然有上来，但是加曼却不是举球员。我有印象的是他被拦了2颗很彻底的拦网。进攻出界，所以在第一局结束啊，看到新北中先在这场面对台北金华比赛，第一局就是以25比14先抢下了第一局。25比14。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来看到台北金华跟新北中仙啊，上个礼拜台北金华才直落3啊击败新北中仙，不过今天在2025年的首次交手啊，第一局啊新北中仙是一路啊压着台北金华打，哇！第一局的比赛从来一路领先的情况之下，25比14很轻松的拿下第一局。我觉得除了我们2个之外，应该蛮多观众是蛮惊讶的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分差哦。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从技术面来分析第一局啊，为什么有那么低的得分率？我说的是台北金华，因为很明显在接发球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举球跟攻击手之间的搭配，我相信这个环节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需要做修正。对，今天在金华这边立荣的举球，我觉得相信小牛教练刚才场边应该也看出来了，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是。其实刚才查了一下，在最近这6年的国内的 UVL， 也就是大专排球联赛啊，在女子组的一个争冠的队伍，北师大跟台师大已经连续6年，连续6个学年度都在冠军战碰头。对。那之前曾经有机会想要挑战，包含说像这几年的第3名就是高雄师大哦，其实一直都想要觊觎看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冠军战。这个吊球，金华。张一起把球垫起来，在2号位这边的一个重炮，陈杰、刘美金
哇！我们看到第2局很明显的这个在阵容上面的安排，回复到我们熟知的刘美金打到了这个中间手，跟甘可会做搭配，然后4号位的部分也换成许衡允，然后陈杰还是一样在举队的位置。李文接发，在这边比较开网这个球，好球，哇！许衡允这个时候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所以其实我蛮想知道第1局为什么小牛教练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想要试试看，变换一下菜色。这又是金华的呛死哦，陈杰来一个快抹，张一喜这个球被拦到。 好，给美金的一个逼式快攻，这个球没有接好。哎，过网击球，所以刘美金过网击球哦。因为这个球其实陈廷儒他还是在一个空中的合法的区域里面来做上手举球的动作。那第一裁判可能认为说这个球是不是有点干扰到他做举球的动作啊？就是这个慢动作是。因为这个球体的部分还是没有完全的过到这个台北精华这边的领空范围，但是其实很接近啊，所以台北精华去了解一下，其实也是正常的。今天的第一裁判主审是我们新北市的李元凯。张一喜的发球，结果发出了一个 ace，2比2。这个后台怎么没有？是被挡到了吗？而且应该说发的位置也很刁钻哦，刚好发在2个人中间，他球速又快。李轩接发，陈杰。 陈杰也是很擅长打这种 touch out 的攻击啊。慢动作来看起来，切进来之后打直线，直接打拦网球员的左手。张一喜接发，张立文。其实我觉得排球这项运动啊，在前排的攻击手啊，真的要千锤百炼，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攻击都好容易会碰到网子。对。而且李稳的攻击落点真的都很刁钻了。台北精华这个时候提出挑战，认为张立文刚才这个球是不是有出界的嫌疑？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2支球队都派出他们队上的啦啦队来助阵。好，来看看。哎，金华挑战成功哦！哇，这个。 这个跟裁判的最后判决其实这个差蛮多的哎。陈杰发球，刚才张一喜接发也又被破坏到了。后排，黎文这一次的攻击，结果被刘美金给拦到。哇，想要硬碰硬来攻刘美金这个拦网还是有它的难度啊。其实2个人过去的台师大是队友啊。是。哇，刘美金的拦网得分，现在让新北中先张恩崇教练请求暂停。哇，刚刚那个球跟打在墙壁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台北精华这边，我觉得跟第一局判若两队。对。但是你说是台北精华真的状态已经完全回来了吗？我觉得以目前观察上面，新北中先第一个他没有像第一局的专注度那么高哦，然后再来很多处理球上面也失误过多，所以其实让台北精华得了蛮多的分数啊。精华这边今天刘双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场，对，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受伤还是？但是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一直在保持热身哦。Darin， 好球，张黎文攻击得分。那李稳的归队哦，其实他上个赛季是在日本那边打这那边的比赛哦。其实你在这样子一个女排强国有做过历练，其实把很好的经验带回来国内，给这些学妹们很大的一个战术上面的一个精进。这次强攻被拦回，刘美金结果做一个吊球，这个吊球看起来很平常，对，但是得分了。Darin 在这一次的攻击，精华手起，林良代，这球有 touch 到，篮网球员碰到球之后出界 ，touch out。来看一下慢动作，这球打在了黎文的手上出界。刚可会的这个举球，美金这个做得不错，林良代，反手围攻，哎，哇，台北精华这边慢慢提高了防守的强度之后哦，感觉带给中线蛮大的压力，因为屡攻不下，所以你自己攻击手本身啊，屡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就会慢慢的慌了哦。8比3。再来看一下林良代刚才这个重炮，而且现在整个台北精华整个嗨起来了。对，哦，这个又手起喽。张一喜把球垫高，齐荣只能够把球送过来，这就是精华的呛死。哦，这球觉得有点骂包的感觉啊。可慧，哇，这个球对，应该是打在网带上面出界了。8比4，台北精华有4分领先。张黎文发球，陈杰接发，林良代。张一喜，哇，可惜哦，哇，在标志杆外面进来。从原本5分的领先，现在只剩下3分了。邓延敏教练、小牛教练这时候喊出了暂停。
其实我觉得这两边的板凳深度都还蛮可观的。对。所以其实教练要排什么样的阵容上去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今年金华这边补进了刘美金，还有来自于极速超跑的刘双林。也是直接朝空档来做一个推球了哈。9比5，台北金华许恒云发球 ，Darwin 接发之后，在这边的攻击想要打一个 touch out， 丽蓉给可慧，还有哦，再交给甘可慧，斜线，后排黎文，好，可慧这次有了。2号位这边的连续攻击，甘可慧终于取得了突破。这一局台北金华哦，很多的攻击得分都是攻击手自己本身的攻击技术哦来扭转不是很好打的球，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得分的。还有哦，中线的chance，做一个偷袭。林良代面对3人拦网，这球被拦回来。哇，以目前这样子比赛的这个走向跟感觉哦，应该今天4局起跳吧？对，任何一队不可能说有3比0的情况。哎呀，结果落地了。甘可慧跟林良代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球再给救起来。泰国的 Jarasmon 这个单脚背飞。林良代，梁代这次的攻击有，对，战术也运用得很聪明啊，就是要来打新北中签陈廷儒这个拦网点。11比7，台北金华现在还是维持着4分的领先。林良代发球，发得很长哦。齐荣把球送高给张一喜，哎呦，这球打在后排梁代的头上啊！张一喜赶快跟网子对面的林良代致意，打得非常长，直接命中林良代的脸。嘣！好险，这个力道没有很大。哎呦，现在西北中间这边又把分差给追进喽。哇，林良代的接发球这个时候出现了失误，哇，11比10。这也让小牛教练这个时候赶快喊暂停了。对，哇，那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这个是第二局的第2次暂停哦。对，这么早就把暂停给用完。是。这一局台北金华最多领先的时候，曾经来到过5分的领先。
暂停过后回来，新北中先的泰国洋将 Jarspong， 陈杰，哦，他在空中的时候，这个吊球变换方向，对，来看一下慢动作，陈杰突然做一个吊球。 本来以为他是直接要推向前方哦，但是他稍微有点推到左边的感觉啊，哎，很敢吊哎，对，因为那边一控制不好就出界了。是。阿宝的攻击这次有哦，来看这球做给叶瑜文单脚背飞。 哦，这个球也没有配好。对。这个球等于是在网上啊，那把握住这个骂包球的机会，张黎文直接得分。我们看到黎文的处理这颗球上面，真的就是有满满的经验哦。他没有采取像骂包球的这种强攻，反而他很清楚知道哪个地方没有人，他只是轻轻的把球推到那个位置而已。 这一次的快攻刘美金，13比12。球送高。 黎文，美金的攻击球，这个有点勉强哦。对，中线的机会，张一起这边有了，所以你看到金华这边哦，举球跟攻击的那个搭配，好像就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的这个感觉哦。 13比13，回到了平手。哦，张一喜这个球发得不错哦。再给许恩云，给陈杰。哦，这个应该是先打到标志杆了。对。 台北金华这边要挑战，触及标志杆。他们认为是这个球应该有先打到拦网的手，再弹到标志杆的可能性啊，还是说没有碰到？对，我目前这样看起来，刚刚第一时间应该是直接打到标志杆了，因为标志杆就在主审的前面。对。不过无论如何啊，在邓一鸣教练这边提出挑战，我们就透过 电视辅助判决的镜头来看一下。不过就算挑战失败哦，至少也可以稍微让球队这边喘息一下，因为毕竟打到中半段哦，金华已经把2次的暂停给用掉了。哎，真的好像没有碰到标志杆呢。哎，有应该球的右侧哦，稍微擦到了一下。 小牛教练不明所以啊，他觉得，哎，怎么挑战裁判这边？因为场上除了1裁2裁之外啊，在电视辅助判决这边也有个专职裁判，对，由他来判定。刘美金在2号位这边攻击得分。 11号下25号张轩上。
清华的一个 chance， 修正球的攻击，哎，有哦。哇，马上又把分数给要回来了。15比14，陈杰接发起来之后，在这边张立文再度平手，15比15。哎呀，刘美姬这个时候又碰到标志杆了。已经来到比赛中后段。台北金华线球替补4号下8号传加慢上。好，这个时候邓一鸣教练把举球员陈立荣换下来，把加曼换上去。其实举球员在球队里面真的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那其实前几个赛季大家可能对廖以任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你换了一个举球员之后，其实你必须要蛮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比较完整的磨合啊。这一球进攻被拦回。林良带，这球也被周先给救起来。这个举球被吹了，这是连击啊！刚刚这个教练团这边对于裁判的连击尺度哦，好像有一些意见啊。是。哇，刘美金的这个发球结果也出界了。西北中线17比16，1分领先。西北中线请球替补2号下10号陈云珍上。哦，这时候把陈云珍换上来发球，把黎文换下来休息啊。对，也换了新的举球员杨梦娟啊。可慧这一次的进攻没有 touch， 结果是甘可慧进攻出界。这个也是因为在跟举球员搭配上面的问题啊。好好接一颗啊，甘可慧，这球被拦回，陈杰。哦，不是陈杰，是池昌璇。哦，这个球最后裁判是判了台北金华攻击，他需要得分哦。所以中心这边要挑战。他们要挑战拦网触球。对，因为他们刚刚第一时间认为说这个球应该是很明显的直接攻击出界。是。直接攻击出界哦，是插到网带的部分。那所以刚才那一分，哇，一来一往之间，现在分数18比16，19比16。对，因为刚第一时间18比17是先把分数先挂在金华这边哦，最后是新北中心挑战成功，所以分数是
过回来给台北那个新北中仙了。林良代，这次的攻击有哦，这个救的不错哦，加曼这边给林良代。哎呀，中间可惜啊，杨梦娟。新北中间杨梦娟最后是攻击出界，19比18。那1分领先的新北中仙，这个时候张恩崇教练请求暂停。中仙在这一局一度开局是3比8落后，对，最多的时候落后过5分，是。但是现在第2局看起来是有机会先抢定牌哦。对，因为主要台北精华在第2局也加强了他们的拦网哦，所以其实中仙在没有像第1局的得分率这么的高啊。中仙这边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还是张一起的10分。那张黎文目前是得分6分。哎呀，这个时候出现发球失误，真的很要命啊，许恒云。特别又在比赛的后半段了。25号下11号张一起升。中线发球 ，Darin， 哦，接发又没到位，修正回来。哇，又是一个修正球给林良代。结果这一次完全被 Jarspon 给拦到，这个球很可惜哦。可慧刚刚在前排一个最简单的呛死球、高手举球的动作，结果竟然接成修正球啊！对，原本是精华的呛死，对，结果反而变成修正球进攻。哇，这样看起来中仙搞不好会在这一局当中后来居上哦，先听牌啊，先听牌哦。我刚前面可能讲太快。第一快攻被拦回来，再做甘可慧，这一次有。啊，中仙这边后排防守也站在一个重叠的位置啊，前排跟后排有点没有交代清楚。张一起接发之后，来到4号位这个斜线，哇，可惜啊！台北精华的2名自由球员啊，李怡轩还有邱诗琴。陈杰。这个球也是从2名拦网球员手的中间穿了过去，还有机会。当然，这一局对于台北精华来说，再掉哦，这个心理压力会更大。张一起做个吊球，哇，厉害！大家都以为他会强攻后退的时候，他突然来一个给你吊球。哇，那阶段性完成之后，杨梦娟跟陈云珍又换下去哦，换成先发球员上来啊。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球场的调度上面哦，换上候补选手，如果你可以帮助球队维持领先，到达教练希望得到的分数的那个阶段换下去的话，其实就是成功的调度了。
刚才这次进攻又没有配合好，张一起再打了一个touch out，24比20，哇，让人想不到新北中心现在在第2局来到了局末点 ，set point。立荣这边给陈杰，哇，这球 Darren 非常拼的去救这个球。那个金华线球替补13号下20号持。24比21，依旧是新北中心局末点的机会。举球员立荣发球，张一起非常稳健啊，拿下了这一分啊，所以在第2局的比分25比21，新北中心虽然上个礼拜啊遭到台北金华直落3，不过现在在2025年的第1战，他们在新庄体育馆，目前在局数上2比0面对台北金华取得了听牌优势。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
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2025年的第一次交手啊，新北中先跟台北精华在第2局，虽然新北中先一度是5分的落后，不过在最后是以25比21拿下第2局。你不过在看到两队在第2局的整个进攻的效率啊，其实一队22%，一队31%，其实进攻效率都不是那么理想。对，但是你看到图卡上面的这个3比11哦，台北精华真的在很可惜有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在中后半段送给对方失误太多得分了，哦，就直接单局11次的失误，11次失误就送给新北中先11分了。是，你看精华其实在整个这个第2局的进攻上是有快攻有两侧，其实是相对比较好。那中先其实在第2局的进攻只有得到9分，对，大部分得分是对手送给他们的失误得分啊。所以哦，真的台北精华输了第2局哦，真的是蛮伤的。对，只能去检讨哦，就自己在第2局真的出现太多的失误了。好，上个礼拜在中原大学是台北精华直落3击败了中先。那看看这个礼拜2025年下半季的比赛啊，看看白色球衣的新北中先举球员陈庭儒。宜轩接发之后，甘可慧在2号位的攻击得分，攻击上没有问题啦。我觉得精华这边，但是就是要减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失误。而且哦，其实，在第2局，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前排球员有时候面对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呛死球哦，你也没有把它来做接好，或者是有时候处理球上面真的比较急了一点。画面上看到台北精华翁子云发球。祁荣这一个接发算没接好吗？推的太平哦，那直接推过网。就等于是直接一个霸包了，刚好推到刘美金的位置。哇！结果达瑞的接发球也出状况，对，跟第2局的开局有点像哦，但是希望这一局哦，台北精华可以保持住领先呢。我们之前讲到，在今年这个气排20年啊，其实在台体大的比赛啊，精华对台电，那场比赛精华是先输2局的情况之下，倒赶3局，对，所以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是。中先张一起被拦回来之后，换一边给黎文的攻击也被守起来了。甘可慧，哇！这一球喷到后排，喷到太后面了。小袁教练一直在比这样的一个连击呀，他觉得在中线刚才举球的时候出现连击了，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因为连击这个是第一个，它绝对是裁判的主观判决啊。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球只要有旋转就是连击哦，但是还是要看他击球的瞬间，双手的这个触球的状态有没有平均啊。刘美金第一时间的快攻得分，现在第3局的比分4比1，台北精华3分领先新北中先。甘可慧发球。 Darwin 的攻击被拦回，给后排的张一起。陈杰把球垫起来给林良岱，齐荣修正球的进攻，黎文，哇，没有配好。张黎文再来。 哎，又是网带帮忙啊！刘美金的这个快攻球，哇，齐荣的最后防守的重心也放在屁股的位置，所以球打过来的时候就往后倒了。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应该他的这个距离是对的，对，只是因为插到了网带啊。所以现在5比1领先的台北精华对手新北中信这边请求暂停。 这个赛季，张恩崇教练自己跳下来带队了哈。暂停指示。甘可慧，结果这个时候罚球出现了失误。像现在这样的状况都是很不好的哦，因为毕竟有领先啊，那你自己对方都没有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攻击哦，你就自己送分给对方，这个是比较伤的。林良岱这个球，结果被张黎文。 学姐给抓到了，对，单扣啊！哇哦！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当然，这个球是比较开网哦。5比3，中信这边连追2分回来哦。张一喜。 这球没有能够压下来。哎，不过中信这边要挑战对方是不是拦网的时候有触到球？我现场这个角度看起来是没有，不过说不定有。而且刚张教练是直接第一时间就指示助理教练要赶快按蜂鸣器了。 应该是没有。刘美金有碰到吗？对，应该是没有。这样看起来是没有。对，因为如果你有碰到指尖的话，那个球的旋转的轨迹哦可能会改变。的确。好，比分维持6比3，台北精华3分领先。林良岱发球。 必须要减少像这样的失误、啊，领先时候的失分呐、啊。这个球哦，如果你就算发呛死球过去，你最起码还有拦网跟防守的机会，你直接发出界根本就是直接送分了。陈杰接发，哇，这就喷得够远。刘美金变成大炮了。对，其实他的角色还蛮多样性的哦。
哇，今天台北精华一直不断的在变阵，又是一个。哇，今天发球的失误真的太致命了，对台北精华而言。常常很辛苦的靠攻击得到了1分，但是发球失误就很轻松把它送了出去。当然发球，陈杰后排李文守得不错哦。张一起把球打得很高。哇，这个球真的被他影响到了。Charles Pong 在网上就是刚才是跟立荣这样的相持，对不对？对。这个球也是很可惜啊。哇，那其实以精华现在的阵容来看的话，是刘美金跟翁子云是打快攻，那现在打举队的是甘可慧。再举给陈杰，还有张一起，哎，结果张一起在空中的时候手软，哇，这球中心如果攻进的话，就会变7比7了。张一起自己可能也吓到，哎，最后怎么是要交给我？是3亿的手势看错了吗？给后排黎文，这个球张黎文攻击出界。随着这2次的新北中心的进攻出现的失误啊，现在分数9比6，台北精华目前暂时3分领先。哇，一边是发球的失误，一边是攻击的失误啊，都不断的在送分了。张一起再出现了1次攻击失误，又送1分，连续3球攻击失误。其实以攻击手来说，你知道球没有到位，你还是要想办法把球处理进，而不是直接就打出界。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台北精华得分最高的是林良代，拿下了9分。那刘美金今天在这场比赛也拿下了8分。而新北中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张一起全场拿下了15分，是2队最高分。张一起今天24次的出手进攻拿下了12分，而且自己也贡献了2次的拦网得分。后排攻击，哇，这个球被张立文拿到分数拿的有点简单了。这个球其实并没有接好哦。可是刚才只有1个人拦网，台北精华这边，所以我说就是真的被他拿的有点简单了。阿宝把球送高，张一起4号位这边，还有甘可慧，叶宇文的这个球，阿宝，哇，在这个时候帮助新北中先追到了8比10。所以刚刚很明显哦，其实接起来之后，立荣给可慧的那个第2波的攻击又没有配好，所以你导致到说其实浪费了很多的可以攻击的机会。台北精华的邓延敏教练这时候请求暂停。这一局新北中线已经是没有暂停。帮忙手小球一下。台北精华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战线延长到第4局。
陈杰，这一球打在 Johnston 的手上喷掉了。这个球在拦网的定位上完全把直线给空掉了哈。哎呀，你看这个时候又是发球的失误送分，陈杰。这个我光我自己计算，可能就差不多5、6颗了哈。这个球被吹了持球犯规啊！这一阵子台北精华自己出现的这个失误真的是有点太多了，浪费了这个在开局哦，一度有差不多4、5分的领先呢，跟第2局其实很像哦。结果林良带的进攻又被张立文跟叶瑜文的双人组合拦网给拦了回来，11比11。第3局现在双方回到原点。港可慧，这球没有这个大力进攻啊，是用这种快抹的一个方式。可慧这边尝试打直线的攻击，对，这个就是用他个人的身材条件跟攻击能力了哦。张立文，这球打在刘美金的左手上面，攻击得分。刘美金第一时间快攻被拦回，阿宝，这个球没有过网击球，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嫌疑哦，要不然这个台北精华这边的教练团反应很大啊。那他现在想挑战的是什么呢？触网。他要挑战阿宝触网吗？对，就是最后压球的那个动作。这个挑战也会很关键哦。哇，看来是没有哦，离网手的位置离网带还有一段距离啊。叶瑜文是今天新北中心啊全队攻击得分率最高的，10次的出手攻击拿下了6分。陈杰接发，可慧，这个球被救起来。Darin 这个球，哇，打点拉高哎，对，直接扫出去啊！哇，现在有如在第2局的翻版一样，来到第3局的中段。但是台北精华还是有机会啊。那现在就看台北精华控制他们自己失误的能力。
黎文这个球被救起，张黎文再来，这个球又有了，哇！其实刚才在2号位那边，张一起跟张黎文两个人差一点撞在了一起。对。其实我必须要说哦，双方在配球上面哦，真的还是那个节奏跟速度都不对啊。但是只能说，有时候攻击手就必须要用到自己的这个得分的能力跟条件哦，来去帮助球队得分哦。林良代接发之后，这一球的攻击，结果又被中线给守起。张一起，这球喷得很远，宜轩把球救回来。这是新北中线的chance哦。已经4级了，4级球了。港可慧这个罚球骂包，哇，美金打到后区的位置啊，对，吓了一跳啊，差点被扣出界外。这个球也是打得有点惊险。接罚球的骂包，刘美金直接把球扣下来，慢动作显示啊是在界内落地。所以15比15，这个时候赶快换一个球员上来哦，补强一下后排的接发啊。Darin， 哦，他今天在攻击上表现得不错哦。今天分数也来到了2位数的10分了。林良代。这个球打在后排啊，张轩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陈杰来了。双方这个时候开始你来我往的拉锯战。现在陈杰的攻击得分帮助台北精华在第3局的中段，现在再度取得了1分领先。林良代，哇 ，Darin 这个球，对，这个人有点用个人的时间差攻击啊，而且手感很好哦，放的力道跟位置恰到好处啊。看起来好像打斜线，结果最后是打一个直线。哇，这个开网的抹球的，这个抹的真漂亮。又回到平手了，17比17。后排在这边。张黎文的后排，结果被对方 Monster Block， 对，路线打得太直了。哇，发现今天李稳的攻击很喜欢去找刘美金了。哎呀，结果新北中先泰国 Darin 的攻击自己打在网袋 ，no in。好不容易追到17比17平手啊，但是最近这连丢这2分，哦，新北中心要挑战对方有触网，这个很明显是挑战上面的战术运用啊，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暂停了，哦，所以其实这个球很明显是达瑞自己的攻击失误啊，但是新北中心这个时候提出触网的挑战，就是要让这个球赛的节奏稍微先缓下来，让张恩崇教练现在有时间跟球员们来做一些提点。对，因为你现在看张恩崇教练就是在利用，这等于就是一次暂停，对不对？其实没有触网应该是很明显。
不过有时候善用挑战的机会，也是球队的教练的战术一环啊。是。台北精华能够把战线给延长到第4局吗？Darin 可会把球垫起来，送给陈杰，结果陈杰这个球拨出了界外啊，又是一个进攻的失误啊！台北精华，哇，其实陈杰也不用想太多哦，就其实可以用最简单扣球的方式就好了哦。张一喜现在回到了前排，加强拦网的高度，做给陈杰，有打到标志杆吗？先打到标志杆，哇！大家还记得第2局他也是在这个位置哦，相对应的位置哦，也是打到标志杆。这个球就不挑战了，很明显的。这球交给后排林良岱，还有黎文的修正，哎，触网喽，触网了。台北精华这边前排触网，哇，又是失误。哇，最近是连拿3分的新北中线，现在反而是取得1分领先。对，其实我觉得台北精华真的很可惜，因为其实中线他也不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他其实也蛮乱的。哦，所以其实台北精华比他们更乱。对，只是看谁比谁比较不乱而已。哇，这球做了一个逼式快攻，必须要调整一些打法。是，翁子云的逼式快攻得分，20比20。加曼。修正球给张一喜，哇，张一喜不愧是今天在中线这边得分最高的球员啊！基本上还是有保持他平常应该有的水准哦，差不多都在接近20分的左右的得分啊。今天张一喜到目前也得到16分。新北中线的泰国的快攻手 Jar Spoon， 陈杰接发给甘可慧。好，现在21比21。对，第3局这最后的阶段，就看两边选手的心理的抗压力了。那你心理的抗压也会关乎到说你会不会出现失误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后4分的关键还是在于说谁的这个稳定度比较高啊。达人接发，这个单脚背飞阿宝，新北中线的队长叶玉文以身作则。单脚背飞拿下了超前分，22比21。齐荣举给张黎文做一个吊球，这个球不敢打。林良岱这个球原本中线有守起来了，差一点点。其实我觉得刚刚李稳的那个攻击不应该做轻扣，应该大胆的进攻啊。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那个决定。对。不过现在更刺激咯，22比22，抢最后3分。翁子云发球，张一喜。再给一喜，这是金华的 chance， 可慧举给张丽文，陈杰送到前面，林良岱的攻击，林启荣又守起来，再交给黎文，哇，这球喷掉了，黎文这几球就敢打了，张丽文。哇，陈姐要注意一下哦，刚刚好像救球的时候有撞到头啊，希望没事哦。看起来应该没事了。台北精华请出暂停。哇，现在台北精华这边啊，邓一鸣教练请求暂停。
我觉得第2局、第3局其实台北金华都有机会可以拿下，失误真的太多了。画面左下角看到双方接发球数的前3名，台北金华今天林良代啊，哇，29次的接发球，所以证明说其实他们的对手都很喜欢发球发给他，就觉得我觉得接发球倒不是台北金华最主要的问题哦，主要他真的还是在整个球队的组织串联上面，特别是举球跟攻击手。又是2代接发，甘可慧，这个球被守起来，新北中先齐荣送给 Darin， 甘可慧再来，张黎文在这边的攻击有没有 touch 呢？要挑战，要挑战，因为主审判他应该是没有挑战。新北中间挑战用完了，哇，没有挑战可以用了。台北金华选手进步9号下14号陈立吉生。哇，真的是新北中先刚才太早把挑战用完了。所以我们刚刚说那个战术性的那个挑战的暂停，是不是就有点太早用了？没有挑战可以用了。对。当然，这边新北中心的队长阿宝叶玉文再度的去跟第一裁判主审来做沟通。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改判，应该不会改判。刚才从慢动作的角度看起来有挑战的空间呐，但是我说的这是比赛的一环啊。那你如果说把挑战的权利用完，你当然就没有机会可以提出挑战。那张教练的手势来看的是说，没关系，就算没有挑战，你至少把这个视角上面有可能接触到的裁判叫过去问一下嘛。比如说看直线的这个线审，或者是第2裁判。现在主审就把2裁叫过去来做讨论了。场上中心这边在大叫，说有 touch 啊，所以裁判改判，裁判改判。不过这个应该就是明天开会的时候会提出来讨论哦。这个真的是勒扣啊，就是稍微晚了一点来做反应。这个改判太关键了，因为这个改判现在新北中心是来到赛末点的。因为不改判的话就是23比23哦。而且比较少会出现的是球队的教练跟主审，因为第一时间其实主审并没有为求保险主动的先找2裁过去，他已经做出判决，可是这个时候是对队的教练这边提出说，要不然你可以询问一下2裁或是线审的角度，看说到底有没有 touch。哇，那现在换成台北金华这边来跟主审做沟通，这个一定要争取啊。他球已经死球，都已经甘可慧跟陈立军都已经完成换了，还有追溯前面的事情，他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有人换了。电影米教练真认为说，刚才那一分已经是裁判判定死球了，而且他们也有替补了。对。那他这个一定是会比较不能服气的啦，因为你在现场这个大荧幕。转播单位这边又有把刚刚的那个 play 把它放出来，哇！现在金华这边反而是吞下一张黄牌啊。对，那各位可以想一下，如果说今天现场没有大荧幕回放，没有让观众或是球场上的裁判看到有 touch 的状况，那其实这个判决就已经结束了。那就是23比23啊，就不会改判了，是，对不对？所以金华。这个球一定是要争取啊！我们可以理解教练团这边
的一个心情啊。因为现在还是金华这边还是在抗议啊。那刚才主审是有跟金华讲说，如果你们要，因为你们还有挑战权，金华还有挑战权，对。可是这个现在也没得挑战了，因为刚才透过这个回放是金华这边是有 touch， 是 touch out，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这个回放哦，就是救了中线这边？这可以说是另类的主场优势吗？那毕竟这是新北中心的主场周啊，哦，哇，这一分真的是太关键了。你看，从原本的一个进攻出界23-23，到最后改判说 touch out，变成24-22，现在反而新北中先来到赛末点，哇，还在争。他们现在不能挑战，那现在看小牛教练要不要挑战喽？就这样子，请赶快决定。现在是裁判已经应该是蛮坚持，就没有要改判了哦。那他可能也是希望赶快跟球队的教练讲，就让比赛继续的进行了。第一裁判这边是很明确的，就是说现在除非你们挑战，对，请你赶快选择要不要换回来，或者是继续比赛2选1，赶快，不然就要判几类了，赶快。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一些声音哦，因为刚刚小牛教练是认为说这个判决已经判了，然后他们也在判决死球之后提出了替补，记录台这边也给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要改判的话，那是不是刚刚的那个替补就要先换回来？哦，因为这个是要追溯到是前面的那个判决的那个时间点。对，所以现在这样换人是应该要再重新再做替补，再换回原本场上应该有的人啊。哇，这一个小插曲啊，对，而且又出现在赛末点，让比赛现在延宕了至少有5分钟哎哈。那现在到底要？现在好像变成是主审这边认为是让台北金华这边来决定，你要继续比赛，还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下次后，请裁判吹完死球以后，确定了要问早点问，不要等我们换完人以后再追溯上一个。来，去。裁判加油！好，无论如何，现在比赛恢复进行啊，比分现在24-22。对，不过这个一定是势必还会提出来讨论的啦。港可慧，中线这边交给张琳文，在这边结果出界啊，新北中先拿下了最后的1分。在第3局的比赛啊，哇，非常争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第3局最后分数定格是25-22。那当然，台北金华这边要来再做挑战，因为金华这边还有一个挑战的机会。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抗议性的挑战了啊。第3局的状况真的很多了。对。那刚刚像亚里哥说的，如果今天那个球真的死球让他过23-23，今天结果或许会不一样。哇，那你如果说刚刚那个判决改判之后变成是中先这边的赛末点，哇，那个在心理上面的压力就差很多了。来看到最后这个挑战，
没有超越中线，所以这是就像我们的球评彭基讲的，这是一个抗议性的挑战啊。对。好，哇，这第2局、第3局的整个过程真的是蛮戏剧化的哈。台北精华其实在第2局跟第3局的攻击都发挥得不错啊，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尤其在第3局最后在这个23-22那个时候的这一个争议的判决，对，我觉得对这一场比赛结果影响是蛮大。没错。好，恭喜新北中先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后是以直落3击败了劲敌台北精华，拿下了胜利。稍后我们来听赛后访问。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you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2025年的1月4号，我们在新庄体育馆恭喜新北中先，今年赛季第5次跟台北清华的交手。你们上个礼拜被直落3，不过这一次是算甜蜜复仇，今天也给了对方一个直落3。那第3局有一点争议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的判决，我们想先问到张恩崇教练，今天这场直落3胜利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谈谈你的赛后的感受。我想在接下来在对金河对战上，不只是我或者是球员的信心上面都会大幅的增加。今天第1局其实打得还蛮顺的，不过第2局、第3局你们都是从落后，甚至是落后4分、5分的一个情况之下，到比赛中段、后段才后来居上。你怎么看待今天球员在比赛中后段这样的一个调整？我想这个部分要很高度肯定球员们的表现，可以在落后的时候不慌不忙的把球跟比数慢慢的追回来。是。那原本第3名的新北中先在拿下这场比赛胜利，那拿到3分的积分之后，现在跟1、2名的之间差距又更接近了。怎么看待下半季的比赛？毕竟你们上半季打了14场，赛程是其实是很密集的。下半季赛程对你们来说相对比较轻松，怎么看待下半季？下半季也不只有企业联赛，所以我们还有大专联赛也要准备备战，所以我们的训练还是会持续，还是会维持正常。是的。好，接下来问到2位球员，先问到队长阿宝好了。哇，你们今天拦网真的做得很好，今天直落3击败对手，而且全场你们拦网得分总共得到了9分，你自己就有2个拦网得分。而且今天快攻也打得很好，你是全队得分效率最高的。今年接了队长，那今天这场比赛又打得这么好，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在学校练习的时候，恩成老师就一直有指导我拦网的部分，也是指导得很仔细、很细心，所以在拦网上面我觉得做得很好，一定也有恩成老师的功劳。其实从之前在中原大学体育馆看到。几乎每一场比赛，爸爸妈妈都会在场边嘛。对。今天也是应该有来吧？有。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讲的？已经刚过新年，新年新希望。很谢谢爸爸妈妈，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才可以让我在排球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长，然后也让我很有信心，就是觉得有一个后盾在的感觉。就其实可能我表现差了，我还有个爸爸妈妈在我后面帮助我，推着我前进。先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同样的问题啊，就今年担任队长，那队长这个角色当到目前为止也来到下半季了，对队长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感想？其实最一开始当队长的时候，我会有点慌张，因为我不知道队长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好。但因为到后面加上有队友，加上李文姐，然后恩成老师全部都是有告诉我说该怎么做，那一步一步也有慢慢的成长上来。OK， 好，谢谢于文。那接下来问到就是黎文了。黎文，我知道从日本回来，现在加入中先，那经过上半季这样的一个磨合，你觉得以攻击手这个角色来讲，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上半季的表现来说，有时候可以发挥得很得心应手，但是在某些比较来回波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在想要用强击的方式在做进攻。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需要再往大局的方向去做思考的。是，其实到了第2局、第3局，其实新北中先我觉得在攻击上面开始有一些比较不顺。那在以攻击手来说，你们怎么样跟举球员再来做一些协调跟配合呢？其实我觉得攻击手就是应该要先给举球员一点信心，之后才会比较好做调整。就是因为他一个人要去对所有的攻击手，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那他先把球举高之后，然后我再去做处理，再告诉他说我希望怎么样的调整，这个比赛才会比较流畅一点。OK， 那身为比较资深的球员，有没有要给队上一些年轻的攻击的球员的学妹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忠言？不要害怕失误，多尝试。
OK， 好，恭喜新北中心在今天这场比赛直落三拿下胜利。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球评。好，那首先还是要先恭喜新北中先成功捍卫主场哦，在主场以3-0击败了他们非常尊敬的对手台北金华，而且是以3-0直落3的方式来获胜哦。那其实今天这场球呢，我只要讲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在排球场上哦，失误真的会为一场球赛带来这个胜败的一个结果。其实双方球队都有很好的战力，不管说是在各方面的数值条件上面都是平分秋色，而且是势均力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北金华最后这样的一个图表呈现哦，光失误就送给对方接近1局的分数，22分。对，所以你在这场球赛你说要获胜的话，其实难度是非常的高。那再来第二个环节就是他们真的要去加强举球跟攻击手上面的磨合跟搭配哦，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未来路要走得长，必须要去改进的一个环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在台北金华、新北中先，其实今天在攻击得分上，其实我觉得是5-5波了。是。那真的，我觉得就像洪金讲的，今天关键出现在台北金华第2局、第3局，原本都有机会赢的。对的第2局、第3局，结果都是因为失误。对，那当然第3局在最后关头，那23-22的那个比较争议性的一个判决，新北中先那个时候是已经用光了所有挑战的一个权利，不过也由于慢动作的一个回放，让第一裁判跟第2裁判在经过沟通协调之后，认定有了改判的一个依据。是。那当然，在明天，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周末比赛结束之后啊，在整个技术委员这边的一个讨论部分啊，可能在裁判的部分，可能还会针对这个 play 来多做些讨论。不过无论如何，恭喜新北中先在这一次主场周的第1场比赛啊，面对强敌台北金华是取得了直落3的胜利。是。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段落。提醒您，在接下来我们有一场男子组的比赛，将由桃园台湾产险来对上台北康体。那稍后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服务。我是陈雅礼，跟球评黄宏清在这边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在企业排球联赛更精彩的下一场比赛再会，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新年快乐。